谢谢你阿父阿兄也战死沙场。阿母要你隐藏军功，不得杀敌为将。以后如上京闺女一样，觅个良婿，成婚生子，安稳余生。阿母说女儿能活着带回阿父阿兄，便答应你嫁良婿。我战北望只爱西西一人，绝不纳妾。等我平安归来，定与夫人厮守一生。夫君放心，我一定会替你照顾好阿母，守好将军府，等夫君平安归来。西西，我与义坊在战场上情投意合，特以军功求来赐婚。如今赐婚旨意已下，他会以平妻入门，与你无分大小。夫君可曾记得，你答应过我，绝不纳妾。那样的话便忘了吧。当时我不懂情爱，只是觉得你合适当我的夫人。直到我遇到了阿访，她和我见过的所有女子都不一样，我爱极了她。我要见义坊将军。哇，他就是太后亲封的义坊将军吧？好帅啊！要是我也能这样就好了。阿父，阿母，她就是义坊，我即将入门的妻子。果然是气度非凡，不愧是太后亲封的第一女将军。快进去吧！啊！一路上你累了吧？西西，快来见过义坊，以后你们就是姐妹了，要和睦相处。姑娘这一年的付出真是为了狗，这将军府上下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宋氏，听北望说你要见我，可是有话要对我讲。太后曾说，义坊将军是天下女子的表率，就想当面问一句：义将军可甘心为妾？你这孩子，陛下赐婚怎么会为妾？义坊可是朝廷武将，哪有官员当妾的？当然是平妻，无分大小。无分大小，我朝可有这样的规矩？西西啊，你素来懂事，既嫁入战家，就以战家为先。义坊此战立下的功劳也北望大，往后他们夫妻一心，夫妻一心，那便与我没什么干系了。宋氏，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你这般内宅里的女子，我也不屑与你们内宅里的人纠缠。你若是识相的话，便与我和平共处，否则休怪我拿军规治你。义将军，你别忘了，我也是武将之女，我父亲与我6个哥哥3年前战死在南疆战场，我也是。那是他们，不是你。你始终是个养在闺阁里的娇贵女子，比不了阿芳。当日是你登门求娶，与我阿母承诺，
今后只我一人，绝不纳妾。如今是你失信于我，别弄得好像是我阻碍了你们一样。如此说来，倒是我横在你们夫妻二人之间，我才是那个多余的人。那日我就同他说过，当时我不懂情爱，直到遇到你，我的心里只有你。这还差不多。你们怎么能这么欺负我家姑娘？伺候老夫人、打点将军府上下的，可都是我家姑娘。大胆，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宝珠只是替我委屈，父亲又何必生气？我和阿访没想过伤害你，你以后依旧是战夫人。以后我们两人啊，在军中的日子偏多，我们两人所生的孩儿，也可由你来抚养。如此啊，也可巩固你的地位。日后，我还要帮你们养孩儿。你若想有孩儿，我可以与你生一子或者一女，但自此之后，你我便不再同房。你呢？你也同意这样？我并非善妒爱拈酸吃醋的人，我和战哥也是为你着想。若你能有了自己的孩儿，那下半辈子也有靠了。至于你有孕之后，他还去不去你的房中，我可管不了。放心，他如果怀上，我此生便不再碰他。不用保证，我并非那般小气之人。父亲母亲也同意了。这样也好，你替他们俩抚养孩儿，他们也无后顾之忧，好去战场建功立业。女子在世已是十分艰难，你们为何还要这样糟践女子？难道我宋茜茜在你们眼里，就只有靠着战俘的子嗣才能活下去吗？我就非得要给你们当陪衬，在这后院内宅里苟活一生，你们拿我宋茜茜当什么人了？宋氏，这已是对你最好的安排，你别不识好歹。一坊能让出孩子给你养，该难过的人啊是他。宋茜茜，你知足吧。是啊，茜茜，北望和一坊立下战功，你也会受益的呀。那便和离吧。怕是有人想借着和离的名义，好在外人面前装可怜，阻挠我与战哥的婚事吧。阿芳，你放心，这桩婚事是我们用战功换来的，他阻止不了。我们走。姑娘，无碍。两位将军，你们彼此钟情是你们的事，但请别来糟践我家姑娘，别拿战功来压我们姑娘。我们大胆！你一个卑贱的丫鬟，也敢在本将军面前大放厥词？我一个卑贱丫鬟，上知礼仪廉耻，身为朝廷的女将军，却在战场上与别人的夫婿勾搭不清，如今还仗着军功欺负我家姑娘。这就是你养的丫鬟，没大没小。我的人也容得你随意打骂？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宋茜茜，为了一个卑贱的丫鬟打你夫君，简直大逆不道！母亲，来人啊，快请丹神医！母亲可千万别动怒，毕竟昨日刚服了药，这药力也只能维持5天，5日之后，丹神医便不会再为你登门治病。你说什么？宋茜茜，竟然不让丹神医给我母亲治病，你心思怎能如此歹毒？夫君慎言，是丹神医自己说不会再来，他觉得替德行有亏的人治病会折寿。你这个毒妇，你是要害死我吗？宝珠，我们走。
宋西西，你给我站住！不许走！宋氏，你如此陷害婆母，就不怕外人说你不孝，不怕北望休妻吗？那便休休了他，他所有的嫁妆都休想带走。好，明日我请宋家族长，你我媒人一同坐下。他战北望休书一下，我当即签收。宋西西，你应当知道，一旦我休了你，嫁妆你是不可能拿得走的。那就看你拿不拿得走。母亲，母亲，母亲，夫人，母亲，你怎么了？母亲，老夫人，母亲，你怎么样了，老夫人？姑娘，女子休妻可是带不走嫁妆的，你怎么能答应他们休妻啊？傻丫头，你家姑娘岂是他们能算计的？姑娘莫不是有什么计策了？陛下，战夫人宋西西还在宫门外候着，一步未曾挪动。朕不能见他。一坊和战北王赐婚旨意已下，即便他是朕的旧识，朕也不可能因他而寒了战将军他们的心。毕竟他们可是有战功在身。陛下，但若论战功，一坊和战北望可比不过战夫人的父亲镇北侯啊。有理，让他进来吧。只要不是下旨撤婚，朕都能答应他。陛下圣明。宣宋西西进殿。臣女宋西西参见陛下。陛下，战将军和义将军以战功求了赐婚旨意，而今是我父兄的忌日，臣女也想以他们的军功求得一道圣旨。宋西西，朕不可能收回成命的，你死了这条心吧。求陛下降旨，准许臣女与战将军和离。和离？你不是让朕收回成命，而是和离。回陛下，侯府如今仅臣女一人，臣女的父兄一生光明磊落，铁骨铮铮，臣女也不想苟活在后院中将就一生。朕知道，你也是心仪战北王，就舍得。他既舍得了臣女，臣女也便舍得了他。你且回去吧，过几日旨意会下到将军府。那陛下可是同意？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臣女领旨。除了皇帝北冥王，朝中再无得力武将。虽说战北王和义坊是以军功求得赐我，但着实是战北王负了西西啊。传话下去，一会儿战北望他们来，朕不见。奴才遵旨。二位将军请回吧，今日皇上确有不便。奇怪，明明是皇上宣我们进宫的，怎么又突然不见了？我也纳闷儿。战夫人为了面圣，竟在宫门前等了1个时辰。还用想，肯定是让皇上收回成命，阻止战将军和义将军的婚事。果然是内宅妇人，前脚刚与他说完，后脚便进宫告御状，阻止你我成婚，还真是心思歹毒。阿芳，你放心，他阻止不了。
宋西西，你要干什么？宝珠，你先退下吧。你去陛下跟前告状了，求陛下撤回赐婚旨意，对吗？没有。敢做不敢当，可不是将门出身的女儿所为。宋西西，你真虚伪！看来我从未真正认识过这个男人。陛下并未答应你和他的婚事照旧。宋西西，想不到你竟如此恶毒。本来我还对明日的休妻之事心存愧疚，如今已荡然无存。活该你落得休妻的下场。宝珠，送客。将军，请离开。傻丫头，哭什么？我就是替姑娘不值，你对他们那么好，他们还欺负你。因为现在对他们来说，我远没有立过军功的一坊重要。姑娘，你在我这里最重要。好了，别哭了。明日你就留在别院里，和苏嬷嬷一起收拾行李。无论这圣旨怎么下，我们都一定离开将军府。那姑娘只身去休妻宴，岂不是会被他们欺负死？你呀，就这么不信你家姑娘？你家姑娘岂是他们能欺负的？男儿薄幸，自古如此，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得了心腹便要休妻，也是少见呐。太叔祖，请用茶。宋太公，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一坊进门是平妻，跟他平起平坐，又不是压他一头。你说这话，显得我们欺负他似的。你说，我们欺负你了吗？母亲没有欺负我，只是转头就爱上了更有权势的心腹罢了。西西呀，你扪心自问，自从你进入战家以后，可有人骂过你、打过你？你婆母可有让你立过一日规矩？没有。但这一年来，我衣不解带的伺候婆母，拿我的嫁妆给她支付昂贵的药钱，她自然不忍打我骂我，也自然无法给我立规矩。你说是不是？战老夫人，我们府内上下都待你不薄，你……战老爷，您此言差矣。将军府上上下下待我不薄，是因为府中的所有吃穿用度，皆是用我嫁妆贴补。就算如此，依然有人要算计我的嫁妆。宋西西，一坊和北望是陛下赐婚，你是嫉妒，犯了不孝之罪。你说他不孝，满京城都知道，他进府之后为了照顾你的病，几乎都睡在你的房中，照顾你起居饮食，伺候你汤药针灸，怎算得上不孝？但赐婚旨意一下，他不让丹神仙来给我治病，还进宫求陛下撤销一坊和我儿子的婚事。敢问宋太公一句，他这是不是犯了嫉妒之条？休我，我同意。
敢问战老夫人一句，我陪嫁过来的嫁妆，我们将军府不图你的嫁妆，但你是被休出去的，按照律例，你的嫁妆一文不给。我念你伺候我1年，嫁妆扣你70%，其余的你都带走。岂有此理！这还不叫图他的嫁妆？我看你们就是欺负他宋家无人了，就是想让那个女人当正妻，又图我西西的嫁妆，故意往西西的身上泼脏水。这要是传出去，将军府的脸还要不要了？太叔所，您息怒。战将军，我敬重你与义将军为国立功，只请您说句公道话，是否要扣我70%嫁妆？战哥，你不带我逛逛这将军府？阿芳，我们不要宋茜茜的嫁妆，可好？可以啊，我知道你品行高洁，不屑用她的嫁妆。况且，这偌大的将军府还差她那点嫁妆吗？那他这1年贴补给将军府的，我到时也一并退还。贴补？他这1年来一直用嫁妆贴补将军府。母亲在吃丹神医的药，甚是名贵，将军府入不敷支。她嫁进来这1年，便贴补了些。那将军府岂不是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是，但不要紧，我们冒尖出头了，以后俸银也好，赏赐也好，都不会少的。若是悉数退还嫁妆，岂不是会让人觉得你理亏？你的意思是？战哥，务必要扣下他1半的嫁妆。50%，他的嫁妆退还50%。宋太公如果不服，尽管去官府提告，看看我说的是否合理。战将军还真是替我着想，竟还为我保留了1半的嫁妆。如此一来，我也不必再对你们留情面了。50%，亏你说得出口！西西嫁给你的时候，10里红妆，那是多少银子，多少田庄铺子商号，你们怎敢大开饕餮之嘴？我说了，你们尽管去官府提告，休书我已经备好，先给你们过目。夫人多好啊，可惜犯嫉妒之罪，故休书一封。希望你以后再嫁，不要像这样煽动手段，真诚待人，才会得到幸福。多谢将军教我做人，只是这休书还没官府盖章呢。我会亲自拿过去，嫁妆方面却已是后待你。按照律法，被休出门者，嫁妆不可带走。希望你别怪我，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我拿真心换回你们战家这样的回报，可不就是我咎由自取吗？宋茜茜，把嫁妆单子拿出来吧。北望愿意给你50%，那就按照嫁妆单子分了吧。你简直是岂有此理，欺人太甚！这就是我伺候了1年的婆母，我的孝心全被当做了驴肝肺。来拿，还不去拿了？该分的就分了，趁早
把这个事情办妥。这是做什么？我说，靠你自己的本事拿到这份礼单。你又想耍什么花招？你这是逼我抢吗？我就是想看看我们商国的将军本事到底有多好。你会武功？不算很会，但比你强。口出狂言！镇北侯府无弱女。他的武功造诣哪里只比我高一点点，10个我也不是宋茜茜的对手。你会武，为何从来不说？你猜？好啊，你毁了我的嫁妆单子，滚！你这个毒妇，给我滚出将军府！你觉得我要带走将军府的东西，有人能阻拦吗？你敢？你敢带走？我立马跑到官府提告，你是被休掉的。今天1文钱都别想带走！来人，把他给我赶出去！这些东西都是陪嫁，一个都不许带走！慢着！圣旨到！将军起来，圣旨不是给您的，是给宋姑娘的。定是陛下得知他反对赐婚，所以下旨训斥。烦请公公回禀陛下，宋茜茜犯下律条，已经被休了。将军休妻？宋茜茜犯了7出之条，我今天请宋家人过来，还请了媒人作证，休她出门。原来如此，那就不必让将军担了休妻的恶名。陛下自有圣裁。宋茜茜接旨。等我平安归来，定与夫人厮守一生。夫君放心，我一定会替你照顾好阿母，守好将军府。臣女宋茜茜接旨。不知道陛下是否会让我与战北王和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镇北侯宋怀安立下赫赫战功，追封镇国公。镇国公世袭3代，念镇北侯一门男丁为守护我商国疆土，全部牺牲，仅有宋茜茜一女尚在，故宋茜茜的夫婿可世袭国公之位。阿父、阿兄，茜茜定会延续我镇北侯府的香火。陛下没有忘记镇北侯府一家人的牺牲啊！那要是没有休妻，北王是不是就可世袭国公之位了？
是啊，夫人。令战北望赴约宋西西在先，宋西西请求合理有理，朕予以恩准，从此两家再无关系，钦此。什么？宋西西，谢主隆恩。终于等来了。所以那日他进宫，并不是阻挠我和一坊成婚，而是为了请旨和离。姑娘，太后说您很久没去给他老人家请安了，她十分想念您，让您日后多进宫陪陪他老人家。是。想不到宋西西还有太后这层关系，那我可不能让她就这么走了。西西呀，你怎么不早说呀？害得婆母错怪了你。母亲一直认为你是个好儿媳，这退婚一事，咱再商议商议。圣旨已下，从此以后，你我两家再无瓜葛。宋西西，自打陛下为我与一坊赐婚，你就已经想好要和离了，对吗？没错。就不明白，你是正妻，他是妾，你为什么不能接受，非要和离？妾？将军的原话可不是这样，平妻入门，无分你我。就因为这个，难道我就没有一点你值得留恋的地方吗？简直是岂有此理！明明是你薄情。太叔祖，为这样的人生气，不值得。从你赴约开始，你在我眼中便是一文不值。走吧。哎，都怪你！夫君放心，我一定会替你照顾好阿母，守好将军府，等夫君平安归来。我不会后悔的。休了吗？可扣下了他一半的嫁妆。小心点儿，动作都麻利点儿。哎，小心小心，不能搬走啊！不能搬走，这些东西都不能搬走，什么东西都能搬走，这个平房不能搬走啊！还是劝老夫人快放手，这可是太后赐我的陪嫁，你觉得你们战家要得起吗？哎呀，阿母，我和一坊迟早会给您赚回来，这些东西咱们不要也罢啊。走，咱们回府。是，全部带走。什么都让他搬走了，什么都没有了。这将军府连我买药的钱也没有了。哎呀，阿母，南疆战场即将需要我和一坊了，到时候我们会再次立功回来的。没扣。我不是同你讲过，务必要扣下一半的嫁妆吗？将军府都已经只剩下空壳子了，你没扣他嫁妆，我们怎么过活？一坊，你嫁给我，是怕过苦日子吗？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着，我们可以一心一意的在军中建功立业，不必为银子发愁而已。所以，真的没扣下吗？嫁妆全部被他带走了。休书快要给他的时候，圣旨到了。原来他早前进宫求陛下赐的，是一道和离的旨意。从一开始他就打算和离，没打算和你共侍一夫。什么？他说他不屑。他不屑？我都还没有嫌弃与他共侍一夫呢，他倒先不屑了。
真是可笑，他拿自己当什么东西？圣旨里封镇北侯宋怀安为镇国公，3代世袭。他现在是国公府里唯一的嫡出千金，他日后所嫁夫婿可称爵，又或是从旁系过继成爵。他所嫁的夫婿能成爵？这怎么可能啊！本来以为可以扣下他的嫁妆，他被休妻，日后也不会有好人家娶她。现在陛下竟然为了他开了先例。一房，宋茜茜会武。会武？她一个内宅女子，会武有什么稀奇？我说的是她会武功，我同她交过手，她现在的内力已经到达可以隔空震碎物品的程度。我不信！你说她会武已经够离谱了，竟然还说她可以隔空震碎物品，这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你也太夸张了。算了，我就知道你在骗我。战哥，我虽知将军府艰难，但你允诺我的聘金和聘礼可一样都不能少啊。他为何与从前不一样了？如今竟如此爱算计，难道是我的错觉？紧张啥？快过来，大小姐人很好的，来，快过来。来，快过来吧，来。姑娘，这些都是牙行送来的，年纪有12岁到20岁的。姑娘若有喜欢的，便可留下来伺候。可认字？认得几个？留下吧，日后跟着苏嬷嬷学规矩便是。姑娘，明天就是将军府大婚，还给您递了宴帖。你说他们怎么这么无耻，扣不下您的嫁妆，还想再赚一笔彩礼钱？他们既然敢递，咱们怕什么？去便是。啊！大喜日子多喝点啊！干了干了，高兴来！晚上不归啊！哎呀，来了来了！来，真好，海量啊！姑娘，好生奇怪。按理来说，皇上赐婚有很多达官贵人，怎么只有这些兵啊？而且新郎新娘也不在。再干一杯！二位小姐是？不行啊你！我还行啊！还可以。晚上。哈姆，你若是不想帮我把婚事办得体面些，你便同我讲。现在倒好了，好好的一个喜宴都变成笑话了，就是因为席位不够，宾客全都走光了。你让我如何在朝为官啊？我也是按照宾客单子制办的呀。谁知道你请的都是粗鲁的士兵，这能怪我吗？我可是你婆母，这大婚当日，你竟敢对我大不敬啊！阿母啊，这事啊，确实是你欠考虑啊。你这个不孝子！
你娶了媳妇忘了娘。你知道这些酒席还要这聘礼聘金，都是我卖了粮铺借钱给你置办的吗？给我闭嘴！这大喜的日子也不怕人家笑话。不管怎么样，既然来了就都是宾客，别的事明儿再说。走吧。哎，造孽呀！我战家怎么请这么个玩意儿啊？什么跟什么呀？你之前不是挺开心的？滚！哎！哎，没酒了，拿酒来，快点！就是啊，这还没喝痛快呢，没喝尽兴，老是没酒了。这是几个意思？瞧不起咱们呀？就是，要不是当年我们跟着易将军屠了西京几个村，用西京战俘换了签约，他战北望能立功吗？刚刚还在嫌弃我们。小声点，当年咱们干的事儿，要是暴露出去，可是会掉脑袋的。难道当初成灵关一战，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姑娘，按照你的吩咐，礼金已经交给他们了。宝珠，你去帮我给大师兄传信，让他帮我查成灵关一战是否有问题。是。哟，这不是国公府嫡小姐吗？怎么，你还真敢来参加我和北望的婚事啊？战夫人的请柬都已经送到国公府，我宋西西无愧于天地，有何不敢来的？你知道我是战夫人就好。只有你上赶着当战夫人，别人都不稀罕。既然礼金已经送到，那我就祝两位永结同心，不要再出来祸害其他人。苏西西，好了，还嫌不够给我丢人吗？战将军，今日是钱我等给你丢人了。兄弟们，我们走，别扰了高贵的战将军和一将军的兴致。走走走走，弟兄们，哎，别走！哎，战北望，你现在可高兴了？我的脸都让你和你父母丢尽了。这就是我用战功求娶回来的女人。姑娘，大师哥的信鸽来了。姑娘，怎么了？一方，
杀了西京几个村的人，他违背了我商国与西京不杀无辜百姓的约定。西京人以为是我祖父作为主帅下的命令，所以他们把仇全都报在了我侯府老弱病儒身上。什么？我们侯府是因为一方才被灭了门？那一方还有什么脸面出现在姑娘面前？夫人死得太冤了。成陵关一战一定有问题。主帅明明是我祖父，可指挥作战却是一坊和战北望。我一定要查清楚。姑娘，姑娘，姑娘急报！姑娘，是何人？我师姐，她说西京已经派了30万兵马前往东辽国，要助东辽国攻打北冥王，吞下南京最后2城。可西京不是我们商国的盟友吗？那一坊不就是靠着与西京签订和平合约，立下战功，才处处为难姑娘吗？可扭头为何去入东辽国，与我商国为敌呢？恐怕与一坊屠村有关。那姑娘，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做？我要进宫面见皇上。陛下，臣女收到密报，特来禀告陛下。密报？陛下，臣女师姐乃是万宗门旗下排名第1的暗探，她所言不会有假。臣女恳请陛下支派援军给南疆。荒谬！一派胡言！西京与我商国签下了互不干扰的合约，怎么可能与我商国的敌国联盟？臣女愿与项上人头担保，师姐所言句句属实。胡闹！如今镇国公府就剩你一个人，你要朕拿你的人头，是想让你们镇国公府满门灭绝吗？你伪造这个消息，让朕增派援兵，你是想让战北望和一坊再上南疆战场吗？战场凶险，你是不是盼着他们死在战场上？陛下，来人，送宋大姑娘回府，派人日夜轮手盯着，不许出府门半步。陛下，臣女绝对不会拿家国大事和儿女情仇牵挂，请陛下相信臣女。你父兄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不要做些损害他们名声的阿杂事。朕可以给你尊荣，也可以收回。朕今日当你没来过，好自为之吧。看来我要亲自去南疆战场报信。姑娘，这是怎么了？皇上现在每日派人监视我，可我有要紧的事情，必须要离府。我不在的日子里，国公府要像我在时一样运作，能瞒多久是多久。若是实在瞒不住，就告知皇上，等我回来后，再去向皇上请罪。姑娘想做什么就尽管去做，老奴会守着国公府。姑娘打算什么时候走啊？今晚就走。我离府并非难事，可我需要骑我桃花马，所以还得想个法子，把马运到别院去。这事儿好办，过2日是怀王妃蓝郡主成亲，老奴骑马去给郡主送礼，送完之后会把马送到别院去，再从外头买一匹回来。行，就这么办。
反正禁军也不限制你们出入。哎，对了，苏嬷嬷，我与表妹关系极好，你先去库房挑几样好东西送过去。西西，西西，姑娘，战将军硬要闯进来，我没拦住。战将军，何事？西西，西西，我阿母发病了，我请不来丹神医，我也买不到药王堂的丹血丸，他们只知为难我，我实在是没办法。战将军和新夫人立下战功，是有能耐的人，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儿吧？就算有，也不该来找我们家姑娘。丹神医最敬重忠孝之人，他老人家也只是恼怒战老夫人把事情做得太绝。若是战将军或易将军去药王堂跪上1-2时，说不定就能打动他老人家。什么？跪？好，多谢。战将军，接下来的这几个月，我要在佛堂诵经，为我国公府的冤魂超度。届时，还望将军府的人莫要再来。知道了。姑娘，都办妥了。宋怀安之女宋茜茜。宋怀安之女宋茜茜有紧急军情，求见北冥王。你真的是宋将军的女儿？何人闯营？何人闯营？我乃宋怀安之女宋茜茜，我有重要军情要禀报北冥王。宋怀安之女宋茜茜，正是。她就是连收了南郊23城的北冥王谢如墨。此番去战场，本王一定会亲自手刃杀害镇北侯府的敌军首领，以此为聘，以匕首为信物，求娶茜茜。北冥王为何要娶茜茜？是茜茜将本王从死人堆里救了回来。自从那时起，本王便决定非她不娶，还望镇北侯夫人成全。王爷不必多礼，只是茜茜上南疆战场一事，还请王爷代为保密。我不希望她功高盖主，只希望她觅得良婿，安稳一生。可王爷您贵为亲王，茜茜性子莽撞，实在配不上王爷。本王得知你阿母将你嫁人后，便打算就此一生待在战场，却不曾想会在这里见到你。随本王来。是。说吧，什么重要军情？启禀元帅，我二师姐在东辽国探得消息，西京统帅苏兰基已经率西京兵马约30万进了东辽国，换上了东辽国士兵的战甲，现在已经前往南疆战场。为何不直接禀报皇上？禀报了，但无凭无据，皇上不肯相信。元帅肯信我吗？你二师姐乃是万宗门的人，名叫平无宗，他是江湖上非常有名的暗探，他打听的消息一定不会有错。元帅怎会对万宗门如此了解？
元帅怎会对万宗门如此了解？本帅幼年常去眉山，得知眉山万宗门有一顽皮女子宋西西，得万宗门上下宠爱。可是你，自从遭逢变故，我已不再是那个能肆意胡来的少女。可是日夜兼程赶到的，用了几日赶到？无事，我还好，就是我的桃花马，怕是累坏了。喂马，北上。是。元帅，你不先想对策，或是派人火速传信回京，让皇上增派援兵？放心吧，援军没那么快到。要想扛过首战，就必须先要募兵，还要筹集粮草。你亲自前来南疆报信，这做法是对的，这样，本帅才有足够的时间想应对之策。你下去休息2天，之后再回京城去吧。不用，我已经传信给我万宗门的朋友，我们要一起参军。参军？为我侯府灭门，寻个真相。什么？30万西京大军与我敌国东辽20万大军联合，要攻北冥王，吞南疆最后2城。陛下，臣女师姐乃是万宗门旗下排行第1的暗探，她所言不会有假。臣女恳请陛下支派援军给南疆。荒谬！一派胡言！臣女愿以项上人头担保，师姐所言句句属实。没想到宋西西说的竟是真的。朕竟然还以为是他见不得镇北王和一坊成亲，怒斥了他一顿。皇上，如今派遣援兵，只怕是来不及了。这消息，我们的探子竟然没有探查出来，可见我兵部派遣在敌东辽国与西京的探子全部被杀了。皇上，皇上，战况紧急，请务必增派援军。我与战将军愿领援军前往南疆，必在西京大军抵达之前赶到南疆战场。一坊，你怎么能保证我们能先于西京大军抵达战场？西京人已经出发超过10日，如今我们还未动身，就算日夜赶路，也未必能赶到。我知道你最近对我有所不满，但我会让你知道，娶了我是将军府的福气，是你的福气。他宋西西顶多能帮你孝顺孝顺婆母，但我能让你将军府一门重回巅峰。好端端的，你提他做什么？我提他就戳你肺管子了？难不成你们还要藕断丝连？我看他这一招是以退为进，勾引你去国公府找他吧。我说了，我去国公府找他是想找他出面去请丹神医，不然母亲到现在都吃不上丹神医的药。那你可知皇上为何派禁军守着镇国公府，看着宋西西吗？想必是他跟皇上提了一些过分的要求吧。哼，我倒要看看，等我们从南疆战场凯旋归来，他是否还会端着他世家贵女清贵的模样，而不露出心底的嫉妒了。张国杰，西西，你杀了几个人？数到30个就没数。哎，馒头，你杀了几个人？我杀了50个。万子你呢？我杀了63个。可以啊。哎，棍儿，你呢？我呀，我杀80个。呵，西西，哎，干净水来了。
过来洗把脸。来了。哎，我也洗把脸。你小子欠揍啊！不是，我们水呢？我这就给你换。宋西西，元帅，元帅，元帅，你用桃花枪刺敌封侯300多人，不算上封侯的也有100人。你真的是第一次上战场吗？我答应过安，要隐藏自己上南疆战场的事。是。既然你不愿意承认，那本王就帮你保守秘密。好，宋西西听风。属下在。本帅封你为千户所，领兵1000。从今往后，这1000士兵任由你来调配。谢元帅。千户所300，太厉害了！恭喜啊！行了行了，快收拾吧。千户所。搞定了。好样的！回营，走。好啊！将门无润，传朕旨意，宋西西攻下粮仓，又立战功，封为五品出售武德将军。一旦助北冥王拿下西蒙，收复南疆，升正4品名为将军。是。皇上不再怪罪宋姑娘私逃出府，报信了吧？哎，这次多亏宋西西前去报信，才能让皇帝早些做准备。等他回来，朕会重赏。反倒是这援军，至今还未赶到，距离一坊将军承诺的期限已过2个月。攻下这里，就让他们拿下，去吧。末将战北望，拜见元帅。末将一访，拜见元帅。这战北王行军速度实在是太慢。罢了，他立了大功，这面子还是要给的。你们终于来了。路遇山洪爆发，末将来迟，请元帅恕罪。天公不作美，与战将军、义将军无关。看见夫婿了，怎么不见得开心？战将军，今日终于见到你，你小子福气不小，娶了这么好的一位夫人呢！战将军，我还没恭喜呢。你们夫妻2人合力建功，定能重新光耀将军府。战将军，您夫人骁勇善战，勇猛过人，着实令我等惭愧无比呀。我娶一坊的事，这里的人也都知道了。可他们是宋西西父亲的旧部，怎么反而恭喜我娶得一坊为妻？多谢3位将军。诸位实在是过奖了，一坊怎比得上诸位将军？成灵关一劫只是侥幸，并非一坊多勇猛善战。这丫头，莫不是隐瞒了些什么？战北王夫人是宋西西，义将军怎么跑出来谦虚一番呀？义将军谦虚。哎呀，怎么还发呆呢？见到自己的媳妇儿也不知道上来问候一下。她受了伤，到现在还没好利索呢。你受伤了？我没受伤啊。这战将军、义将军，终于等到你们的援兵来了，真好。宋西西，你怎么会在这里？所以他们刚刚恭维的战夫人是宋西西，而不是我。
原来宋姑娘也来了南疆战场，只是宋姑娘怎么不同大家解释一下，你与北望已经和离了呢？害得大家误会一场。啊，和离？为什么要和离？回禀元帅，成陵关大捷之后，圣上便将我赐给战将军为平妻，只是宋姑娘容不下我，便请旨和离了。明明是你们二人以战功求得皇上赐婚，我求一纸和离的，无非是成全你们罢了。什么狗屁！立下战功不惠及妻子家人，却用来求娶另外的女人。战北望，你这是薄情寡性，负心汉！望宋夫人如此看好你，把西西许配给你，你却不知珍惜，你惹得宋夫人多伤心呐！这是我们的私事，你凭什么打人啊？哼！他让宋夫人伤心难过，本将就打他。若有不服，打回来啊！别他娘像个废物似的，躲在女人的身后，让女人给你出头。宋夫人已经死了，除了宋西西，宋家其他人也全都死了。怎么，连这他都没跟你们说啊？什么？宋西西，你到底为什么来这个战场？难道是想让你父亲的旧部替你出头吗？怎么回事？1年前，西京前夫在京城的探子全部出土，我府中除了随我嫁到将军府的人之外，全部死。宋西西，你就是一个只会算计的内宅妇人，从未领兵打仗。如今你不仅来了战场，还隐瞒了自己的和离之事，你到底想干什么？够了！你们二人带了多少兵马？如数报来。回禀元帅，末将带来10万禁军，1万神火营将士，15000玄甲军。好，宋将军，这15000玄甲军归你统管，神火营归方将军统领。今晚安置在城外营地，明日起各自练兵。是。宋将军，你是说他宋西西，他凭什么是将军啊？战将军，若是不想你夫人丢尽脸面，还是趁早把她带走吧。哼，宋西西，我看丢尽脸面的是你吧？你有什么资格统领今日的玄甲军啊？宋将军参与5场战役，斩杀敌人无数。破城之时，也是宋将军潜入城内，打开了城门，且带着3000兵马前后对战，东辽西京联军近3万人，艰苦守住了粮仓。他的功劳早已启奏圣上，正五品出售武德将军，乃圣上亲封，有兵部送来文书作证，你凭什么质疑？正五品出售武德将军，他竟然如此厉害！想必是诸位将军捧他上位吧？杀敌无数，我不信。想当初易将军豪言壮语，有心怀天下之心，如今看来，倒不如一个内宅妇人，系纠缠不休。退下！玄甲军是由末将带来南疆的，凭什么由他宋西西统领？我不服！你说你不服？对，末将不服。一路风霜雪雨的赶路过来，最后却是给他人做嫁衣，我怎么会服？本帅这里没有不服从的将士，你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元帅，我们听从安排，援兵至南疆，便是听从元帅调配的。我们夫妇2人也是任由元帅调派。你们自然任由本帅调配，难不成还想凌驾本帅之上？不敢。元帅也太小瞧我们夫妇2人了吧？成陵关我们可是立了大功的。这里谁没有立过大功？元帅息怒，一访他不过是意气用事，无意冒犯元帅。不能接受军令，就立刻离开南疆。本帅需要的是绝对服从的将领。
西西啊，这么大的事儿，你咋不跟你方叔说呀？啊，你自己咋扛的呀？元帅和6位少将军没了，我心里难受啊。现在夫人、少夫人还小公子都没了，你一个人咋扛啊？快起来！诸位将军先出去吧，本帅有话与宋将军说。是。来，喝一杯吧。本以为父兄牺牲已经是你最大的悲剧，没想到满门悲徒，夫婿还会被食言领取。这段日子你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坐吧。冷静点没？跟我说说。元帅还想知道什么？一切。为何忽然成亲？成亲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西京探子屠杀侯府满门，前前后后的事。当初胡阿母把我嫁给战北望，就是希望我能有个归宿，过上平淡的日子。欺人太甚！他们将军府的人竟敢如此欺负你，委屈你。我没有觉得委屈。我若是对战北望有情意，自然是委屈。可我没有。于我而言，离开了将军府，就是解脱。还有他们筹谋的，我的嫁妆也没有得逞。所以今日才让元帅看到一坊对我那么愤怒。他看上的男人我不稀罕，让他不高兴。不愧是宋家女子，永不折腰。一坊通过屠杀西京无辜百姓，与西京取得合约一事，我会如实禀报圣上，届时一定会水落石出。该有一个人为此事负上全部责任，只不过，或许不是你想要的那种方式。我明白，多谢元帅。来，起来吧。走，本帅带你检阅玄甲军。从今天开始，你就是玄甲军的副指挥使。是。弟兄们，从今日开始，宋将军就是你们的副指挥使。今后在南疆战场上，你们都听从他的调配。他让你们冲锋杀敌，你们就上。任何人不得违抗军令。是。玄甲军分明就是我们带来的，凭什么就归了他宋西西管？分明是北冥王偏心。就算不给他管，也轮不到我们管。玄甲军本来就是北冥王的，我们作为援军抵达南疆，最终还是要听令于他。那可不一定。你想干什么？你不要跟底下的人说，这是扰乱军心。或许乱上一乱，就能露出他无能的真面目呢。一坊，我警告你，你若是在军中胡说，等待你的就是军法处置。成陵关一战，我乃首功，我还是上过的第一女将军，没有大错，谁敢对我军法处置？你一直都不愿告诉我，当初成陵关一战，我负责带兵烧粮仓，你是如何使得西京元帅苏兰基同你签下合约的？我不都跟你讲过了吗？当时我就是四处宣扬北冥王在南疆已经取得胜利，即将奔赴成陵关战场，再加上他们粮仓被烧，许是军心一乱，然后就投降了。为什么我总觉得成陵关大捷有问题？宋西西，
我定要你身败名裂。他如果要吃父兄的军功，留在京城当个大小姐，享他的荣华富贵便是。为何要与我们在战场上抢军功？闪开！可不是嘛！我们一坊将军在成陵关定了乾坤，所带兵士不过300余人。饶是如此，这才成了5品的将军，那被北冥王托举上去的宋西西比他还要高一级。就是。我说近几日大家不操练，也不听我指挥，原来是不服我。宋将军，元帅下令，说若有不服的，可以挑战宋将军。如果能从宋将军手下走满3招，便可免罪。但是末将不要免罪。如果能胜了末将，宋将军的功劳从哪儿来的？末将从此不再多言一句。李少尉，我们支持你，支持你。西西，揍他！宋将军不敢迎战吗？只要打赢你，没错。若能胜了末将，末将便誓死追随，绝不食言。对，我们支持你，让他吃父兄的军功，踩着我们士兵上位。何其艰难！太监女流居然用虚假的军功糊弄我们玄甲军，我们都不服。少尉，你说什么呢？你干嘛？把嘴闭上！怎么了？把嘴闭上！宋将军听到了吗？既然毕校尉诚心邀约，我也就不推辞，请吧。校尉闭上！闭上！看样子是有人要挑战宋西西。毕明在玄甲军里都算武功高强，也不知道他宋西西能在毕明手下走几招啊？毕明啊，他胜不了。夫君，你也太偏心那宋西西了吧？咱们且等着。毕明最好是把他打得跪地求饶，免得他这样的人丢尽女人的名声。开始吧，毕校尉。哼，别说我打女人，宋将军，我让你一招。好，毕明他肯定承受不了咱们西西的内力。要是硬挡西西的桃花枪，手臂肯定得断。想不到他这看似棉花一般软弱无力的出招，竟是藏着乾坤的袖手。打得好，打得好！好，校尉居然输了，多谢相让。末将毕明，愿听从宋将军调派。就这样，这也太敷衍了。这毕明是北冥王安排的吧？站在那里不躲不闪，被他刺了一下就算胜了，还是一招制胜。这玄甲军呀，都听北冥王的，北冥王要他们臣服谁，他们便臣服谁，那又何必做这样一场戏，拿将士们都当猴耍呢？难不成宋西西就只会那几招，没别的本事了？我去挑战他。别去，宋西西统领的是玄甲军，又不是其他的兵。再说你要是打赢了，这北冥王和玄甲军面子上挂不住。大战当前，我们不能挑起内战，让军心不稳。那又如何？这军心又不是我扰的，是他宋西西与北冥王私相授受。你还想不想要立军功了？此战的元帅是北冥王，此战最后如何是他上奏的。若得罪了他，你想过后果吗？到时候咱们一点军功都捞不着，还落个扰乱军心的罪名。那怎么办？
那宋西西就是仗着出身好，这样欺世盗名之罪，我是断容不得的。等到了上战场那日，他若是不上，我也是要逼着他上的。既然北冥王想要重振宋家的荣耀，宋西西肯定是要上一上战场，到时会有很多人护着他。上了战场，生死难料。若是那15000玄甲军都只护他宋西西一人，或是为他一人积累军功，那等日后回到朝廷，我必要报奏圣上，好让满朝文武都知道，他宋西西是如何败坏宋淮安大将军的威名的。哎呀，这有些人呢，面子功夫好歹做足些啊。宋家军的威名都被你丢尽了。我宋家军的威名跟你有何关系？你还在这装什么清高呢？我都已经看见了，把玄甲军交由你统领，不过是北冥王一句话的事，何必还要避名出来陪你做一场戏呀？你以为这样其他士兵就能心服口服吗？真是把所有人都当瞎子。你说的没错，不是所有人都是瞎子，有些事情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不管你什么意思，但这里是战场，玄甲军是精锐，不是用来给你赚军功的。你马上回京去，别在这里捣乱。我知道你不过是想证明你比我厉害，可你凭的是自己的本事吗？这军中啊，无人会服你的，大家都拿你当个笑话。我成为笑话，不全赖你散播谣言，蔑视真相吗？不行，玄甲军不是用来保护他的，我一定要从北冥王那里夺回玄甲军。末将一访，求见元帅。进来。元帅，既是召诸位将军一同商议战况，为何不邀我们夫妇二人一同前来？本帅不是说了吗？你们长途跋涉支援而来，伤病不少，先休息2日再练兵，暂时用不着你们商讨。我们是奉旨前来增援的，这一路虽有艰难，但休息1日便可恢复元气，今日便可练兵。只是元帅，末将有一事不明，特来请教。你说。玄甲军是精锐，理当作为先锋破阵之兵，为何元帅却把他们拨给了宋将军统领？有什么问题？用最精锐的兵去保护一位上战场揽军功的女人，末将认为元帅实属无智。什么保护？元帅还真是念旧啊！玄甲军若能破城，那功劳便是他宋西西的，这跟白把军功送给他有什么区别？你怎么说话的？他率领的玄甲军若能破城，这功劳便是他拼出来的，怎么是送的？莫非易将军打仗只需自己一人冲锋陷阵，士兵都躲在后头？那方将军的意思是说，宋将军也会上战场，而不是躲在后方拿个指挥之权？荒谬！既有先头部队，自然有领兵的将军，哪里有将军躲在后方拿个指挥之权的说法？他领兵，让一个从未上过战场的女人领兵打仗，我看怕不是诸位将军领着他和玄甲军去攻城吧？怎么就没上过战场？之前那几仗，他不都是一路打过来的吗？之前那几仗是怎么回事？元帅和诸位将军心里头明白。末将一访，请求领玄甲军攻城。如若元帅非要宋西西领兵的话，那末将愿挑战宋西西。
玄甲军是由末将带来南疆的，末将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跟着一个完全不懂得领兵打仗的将领无故葬送了性命。易将军，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宋将军要是没本事，玄甲军能听他的吗？我真是白白送了性命，这仗还没打，你就说这样的丧气话、晦气话，你实在荒谬。元帅不是说过吗？任何人若有不服，皆可挑战。那末将便要挑战宋西西，若宋西西败，玄甲军交给末将统领。好，本帅允许你挑战宋西西。若是他败，玄甲军将不由他统领；若是你败，战后杖责50军棍，以惩违反本帅军令，同时夺你在南疆战场所立的所有军功，你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任何军功册子上。这不公平！他宋西西败了，没有任何惩罚，我败了却要杖责50军棍，还要剥夺我所有功劳。元帅未免也太偏心了。宋西西输，失去了玄甲军，怎么不算惩罚？况且由他统领玄甲军是本帅下的军令，临阵撤换，在军营里边岂不丢了面子？在武将和士兵面前没有了半点威信，怎么不算惩罚？可是元帅说过，任何人若有不服，皆可挑战。没错，挑战输了，杖打50军棍。只因你不单单只是挑战，你还要从他手里夺过玄甲军。你的挑战是奔着利益去，失败自然就要有所失去，否则人人都来质疑本帅下的军令，今后之仗还打不打？宋西西一个内宅女娘，肯定不是我的对手。好，我明日便挑战他。末将告退。元帅，玄甲军已经交给宋将军统领，为何要准许易将军的请求呢？如今援军里面闹事的人虽然没了，但依旧私下议论纷纷，说宋将军德不配位。如果宋将军输了，宋将军不会输。既然援军里依然有对宋将军不满的人，再者，有人想要自取其辱，要犯楚，那就成全他，谁都不要阻碍他。哎，阿房，怎么赌得如此之大？宋西西武功不低，哪怕只是几招也足够胜你。我亲自见过他的武功，一房，千万不要意气用事。战哥，我并非意气用事。今日我所争夺的，不单单是领兵之将，还有玄甲军日后的统领权。南疆之战之后，国内将几年无战事，你我若无官职，可如何是好？可是我们这战士立功，一旦输了，功劳全无，还要被罚军棍，一旦在军中被杖责，便再无武将之威，以后还如何领职？输给他？你也太小瞧我了。哎，凡事都有个万一，你一旦输了，便什么都没有。你甘心只留在内宅当个娘子吗？若是为你洗手做羹汤，有何不可？但我必定是不会输的。宋西西，你还真是愚蠢至极，愚蠢到以为上了战场就能打败我。不过，你也不算太蠢。你还知道利用你父亲的关系，替你自己谋求军功。我们豁出去性命保卫家国，不就图个战功吗？他什么都没做，却封为将军，这何其的不公！说不定我们在战场杀的敌人，最后都成了他的军功。我们如此千辛万苦，到底是为了什么？不过是给他人做嫁衣罢了。你再给我说一遍！当初攻城的时候，是宋将军第一个飞上去砸了弓弩机，又跳下来打开城门，带着3000将士死守粮仓，才有你们如今的饱饭吃。
你们到底还有没有良心了？若不是你，我侯府满门就不会死。宋西西，不用桃花枪了，用这个。是。元帅，这是怕我用桃花枪杀了一方。用木棍？你既然如此自信，那就休怪我手下不留情了。一方不能输，一旦一方输了，那么他即便是在南疆战场上拼了全力，也不可能得到一点军功，还要挨50军棍。一方沉着应战。开始！易将军，把他打个屁滚尿流，千万不要手下留情！易将军威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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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木棍，只怕不是木棍吧？看来元帅是给你挑了最坚硬的武器。还不如换回他的长枪，我还以为是多厉害，竟然这么糊弄人！不公平！对，不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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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是木头棍子，你看。这是什么功夫？这是什么功夫？这是什么功夫？他居然能隔空取物！这木棍明明在地上，一定是药法。你们懂什么？这是内力，只有内力上乘的武者才能做到。易将军，是继续打，还是认输？武将岂有认输之理？宋西西，你怎么会有如此厉害的武功？一方，你没事吧？这个我没有输，我要是有他那般的出身，我也是不会输的。打得真好，打死他！打得真好。来，一方本质清简，我竟因为他蒙蔽了双眼，忘记了西西的好。今日起，玄甲军将由宋将军统领。至于易将军违背军令，战后再行惩处。北冥王对西西如此关照，难道是喜欢他？
想杀了他。想过。派去调查的人来了信，西京人连屠村的事情都隐瞒了下来，对外只是说整个村子走水，所有人都被火烧死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西京人想隐瞒西京太子被辱一事，所以就算皇上已经查到真相，表面上也不能对一坊做出什么处置。至少你可以放心，不会因一坊而牵连到你的外祖父。所以苏兰姬之所以要帮东辽国在南疆战场拖住我们，就是逼着朝廷派出援兵，而刚立过功的一坊必定会成为援军之将。苏兰姬的目标只在一坊和他麾下的士兵。没错，两国表面虽已达成了和平，可仇恨已经结下。若是你今天杀了一坊，苏兰姬无法亲手为太子报仇，那么他会将所有的仇恨都转移到无辜百姓身上。您是说苏兰姬可能会屠城？现在应该不会，但如果你今天杀了一坊，他多半……苏兰姬是西京太子的舅舅。今天如果杀了一坊，后果真的很严重。幸好。好了，别想太多，专心练兵。等到攻城之时，苏兰姬一定会追着一坊打。到时候，即便你今日不杀他，或者来日，朝廷也无法问他的罪，他也很难从苏兰姬手上逃脱。知道了。15000玄甲军分成2组，一组负责进攻，一组负责防守。这2组再分10个小组，也就是说，攻防加起来一共是20个小组。明日的玄甲卫是攻城的先头部队，届时战将军率1万人，在后方架云梯配合。大概就是这样。战将军回去之后，若是想到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没问题的话，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请说。当初你为何隐瞒我你会武功的事？这很重要吗？不重要，只是直到你我和离那一日，我才知道你会武功。我疑惑的是，你既然懂得兵论战术，武功又如此高强，为何不去军中继续发展你宋家的势力，而要选择下嫁给我？嫁你，无非是遵从母命罢了。那你可曾真正的喜欢过我吗？战北望，你从来就没有摆正过自己的位置。做我夫君的时候没摆正，做一坊的夫君，依然也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所以，其实你根本没有喜欢过我，你只是奉母命嫁给我而已。明明是你无情在先，却让人觉得是我辜负了你。宋茜茜，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宋茜茜，你跟我夫君在一起干什么呢？你的夫人，你自己解释。宋茜茜，闹够了没有？明日攻城，我只是与他商议。你不许吼我！终究后悔的那个人是我，是我错过了这般美好的嬉戏。元帅，宋将军，这些弓箭手交给你。万子，我们走。谢谢。小心。接着放。
工程手上！战哥，谁让你来的？元帅不是让你和方经理在后方守着吗？我说我不助你立功，这破城乃是我功，我不能让宋茜茜他们几个把功劳全占了吧。而且日后在皇上和兵部面前，你也能替我提一句，我是打了头阵的。但你这是违抗军令，无妨，能助你立功就行。走，随我攻城。你疯了吗？我们攻城是有计划和步骤的，你这样做只会让他们白白牺牲。那又怎么样？我不能让宋茜茜他们把功劳全占了。堂哥，带人随我攻城。所有人攻上去！继续攻城！都给我冲上去！快坐，上！上！全都给我上！让你的人都下来！我们攻城是经过演练的，你们没有参与演练，会打乱我们的计划。上！全部都给我上去！快点，快点！快点！怎么回事？快阻止他们！厉将军，攻城是最危险的，我的兵都具有牺牲精神，他们为了收复南疆，不畏犯险。你现在让我叫他们回来，那就是影响士气。你懂不懂打仗？非全甲军威的全部下来！都给我冲上去！冲上去就有了军功，有了军功便能获得赏赐。下来！全甲军都给我上去！非全甲军的都撤下来！你要干什么？我在救你的命！全甲军快上！疯了！你害死他们了！我也都是为了帮你啊！而且他们既然上了战场，那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们就算死了，朝廷也会抚恤他们的家人。我有什么错？他们用不着牺牲。玄甲军主力攻城，我们辅助。你就算跟着我，你也可以让他们去装石头，而不是让他们去送死。哭，就知道哭，滚一边哭去！战哥，你会后悔的。我一定要抢走宋茜茜的功劳。你去开城门。严护。是。冲！是。给我冲！堂哥，给我冲！叶芳，回来！别放小，别忘记飞沙，这不是逃跑是诱敌，而且看长相，那些是西京人。不要出现！所有人给我抓一方活口！是。撤！肯定有问题，给我追！
快撤！鱼儿上钩，传令下去，西京全军撤出南疆。是。一房，一房，元帅，元帅，是否要追过去，防止他们屠杀平民？苏兰奇不会，但是维克多，这样，宋将军，你带着巡大军一路杀出去。是，走。弟兄们，上！快跑！快跑！一把，前面就是边界了，还追吗？追！给我追！给我活捉那个女的！不要！将军，你说过祸福与共，但是一房，你终于落到本帅手里了。你可还记得是如何羞辱我西京太子的吗？难道成陵关那个腐儒小将领竟是西京太子？你到底想怎么样？自然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带走，带走！哼，走！你用小竹子挡刀了，你知不知道？他才刚刚当爹。我以为我身边的是西京的士兵，我没想到那是小竹子。虚伪！敌人怎么会在你的身边？你讲假话也不讲得好一点呢？够了！现在大家都是敌人的战俘，我们屠过西京人的村子，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与其在这里骂我，不如想想怎么脱身。屠村是你下的命令，是你说有将领藏在军民里，是你说有士兵伪装成百姓，是你下令的杀无赦。我只是让你们杀几个人，把将领逼出来而已，也没有让你杀那么多人。易将军，没有你的命令，我们怎敢屠村？是啊，是你说西京人屠杀我们的百姓，所以才让我们屠村为百姓报仇的。结果后来才知道，他们根本没有屠杀过我们百姓。如果易将军真这么心安理得，又怎会让我们闭嘴？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在杀良冒功？还想不承认？敢做不敢当，孬种！连宋将军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过。什么杀良冒功？战争本来就是残酷的，我们的百姓难道就没有因为战争死过吗？再说了，他们西京人算什么无辜良民？他们与我们几十年的边线之争，起过多少干戈？是我平定了战争，也是我签订了和平的条约。死了几个百姓，他们能换来两国的和平，那是他们死得其所。把他们拉进无尽深，本王要听到他们求饶的声音。走，走！苏兰基将军，我们签订过合约的，你不能伤害我。如果你现在放了我的话，我们重新签订合约。一房，既然说出这样软弱的话，
你不配为将！一方，你不配为将！苏将军，他们求饶可以，你求饶，只会死得更难看。商国自宋淮安一门牺牲后，便只有北冥王一人可用。我们的皇帝是瞎了眼了，竟然会用你！你是有何战功啊？我是一个贪功而滥杀的畜生！跑！哪里跑？我们西京太子竟然会被你这样一个贪生怕死的畜生折辱，我真替他感到不值得。给我走！怕了吗？这才仅仅是个开始。你，停！东辽国人已经撤离出我商国边界，停止追踪。一坊追着一队东辽国士兵去了，肯定是中了埋伏被俘虏了，我们必须去救他。元帅军令待东辽国人撤出我商国边界后，便不得再追，必须回去复命。苏西西，一坊被俘虏了，你却不去营救，你什么意思？有话要说的话，拉开距离，离我们西西远一点。我们已经找了快2日了，一坊他坚持不住的。我知道你恨他，等找到他，我们一同向你赔罪。与私人恩怨无关，玄甲军不能再往前走了。苏西西，我已经低声下气求你了，你还想怎么样？你低声下气了不起啊！让玄甲军陪你去草原，遇上西京军队或者部落，是你打还是让他们打呀？你什么身份，敢跟本将军这么说话？笑！我什么身份？你怎么不掂量你自己的身份呢？苏西西，管好你的人，别让什么狗都在我面前狗吠。他妈的，老子早就想揍你了！要不是当兵身份束缚着我，第一次见你们这狗男女的时候就想揍你了。还真把自己当个人了。来，起来！我去你的！大是个狗东西，也不看看自己的德行，还想朝三暮四，在咱们老爷们许下的诺言虽然兑现，这是给咱们老爷们丢脸。馒头，过，别打了。来，打够了吧？现在可以去找一坊了吧？战北望，且等着吧。不是在草原，是在山上。10万的西京士兵正在山上等着，他们要讨回一个公道。我们只能等。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山上？他们要讨回什么公道？用你的脑子好好想一想，为什么10万西京人不愿意撤离？为什么他们要抓一坊？又为什么
他们明明签订了契约，现在还要和东辽国结盟，来参加南疆战场。你不过是与他有夺夫之恨，才如此编排一方。宋茜茜，你真是个心思恶毒的女人。阿紫，不必搭理，远离就是。有敌人！全军戒备，国旗不离手。戒备！你们把一坊带到哪里去了？宋将军，能否单独谈谈？可以。我们都不带武器，你若是担心的话，可以多带一个人，我也只带一个人。你跟我去吧，桂儿。西京探子屠杀你宋家满门的命令，不是我所下的，是我们西京首领误以为屠村，虐杀我们西京俘虏的指令为你外祖父所下，所以才对侯府下了杀令。此事虽然为一坊所为，有错在先，但我还是要为西京探子所做的一切向你致歉。你在胡说什么？这是我们西京欠你们宋家的，仅欠你们宋家。此事涉及两国关系，所以两国主帅不得不从大局出发，选择隐瞒一坊做下的丑事。这是苏兰姬的格局，也是谢如墨的格局。你们的仇已经报了，但据我所知，屠恩满门的西京探子已经回了你们国家，我的仇还没报。欠我，我要拿他们的命来还。若是这样的话，宋将军，你的仇已经算是报了。那些回国的探子已经悉数被我杀了，你可以节哀了。但是我们西京人的哀痛，那是永远的耻辱。我没有办法替谁给他道歉，但就这件事情，相信也是我们商国所有知情之人心中的痛和耻辱。宋将军，你刚才这句话，对我，对我们太子，对我们整个西京皇室，都意义重大。我们都有不能和解的痛，但为大局着想，也只能忍痛和解。想知道你夫人曾经做过什么吗？上山去吧。他们如今的现状，便是他们曾经所犯下的罪孽。走。可不可以告诉我，一坊屠村是不是真的？等你见到一坊，可以亲自问他，苏兰姬不会杀他的。如果一坊屠村的事情是真的，那么宋家灭门，间接就是一坊导致的。要救一坊，带上你的心腹上山即可。万一西京人山上埋伏，将军可否同玄甲军与我一同前往？不必，苏兰姬已经撤离，你们是安全的。还真是不顾我的死活了，你的心思可真是钢铁。我的兵，跟我走。
法，出去，都滚出去！万一西京人山上埋伏，将军可否同玄甲军与我一同前往？不必，苏兰基已经撤离，你们是安全的。原来他之前叫我带上心腹上山，是他一早就知道，想要给一方留份体面。张哥，你为什么要毁了我的脸？你的脸被苏兰基刻了个剑字，不毁，难道要带着这个字过一辈子吗？苏兰基，畜生，那就是一个畜生！我要杀了你！你告诉我，和西京人签订条约，是不是你用西京太子胁迫他们？宋西全家被灭，是不是因为你？虐待战俘，屠戮无辜西京百姓，是不是？可是我不都已经签订了边线约定的条约了吗？这就让他们死得其所呀！张哥，我相信我们上国的百姓都是愿意牺牲自己换取和平的。那你呢？你愿意用自己的性命换取和平吗？我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从昨天到现在，你不仅不安慰我，还一直骂我。纵然我做的有错，可我也立了大功啊！你可知，你迷下的所有士兵，除了被俘虏的那10几个，全部都死了。就算没死的，也都被去世，而你……战哥，你是不是以为西京人他们玷污我了？没有，他们只是扒了我的裤子，我的清白还在。你相信我，我还是清白的，战哥。可笑，为了你，我竟然抛弃了西西。宋将军，这是元帅亲自为你做的面条。你先下去吧。吃饭呢？够不够？不够，还有没？没有。那不是多余问吗？哦。多谢。他们的目的是一方和那些曾经参加屠杀的士兵。我早就知道，你提前安排他在后方，但他自己攻了上去。元帅也算是护过一方了。架不住他自己想死。一方是一个毫无底线的人，苏兰基对他没下死手，是想让他不堪受辱自尽。但你觉得一方他会自尽吗？他那日的丑态，军中很多人都看见了，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传入京城，就看他扛不扛得住了。元帅居然会藏着一条这么丑的手帕。这是西西幼时第一次做女工所绣，若是北冥王不嫌弃，就拿去留下吧。
多谢夫人。这不会是元帅自己修的吧？那倒不是。宋将军之前可曾做过女工？宋将军之前可曾做过女工？我未曾。元帅为什么这么问？这方帕是我喜欢的人第一次做女工时所绣。元帅竟有喜欢的人了。宋茜茜，我喜欢你。夫人，哎呀，夫人，南疆传来捷报，这民间传言，北冥王麾下有位骁勇善战的女将军。你觉得这女将军会是谁呀？那不是一坊吗？是一坊带领玄甲军破城的。哎呀，我吃斋念佛，终于等到北望和一坊立功回来了。是啊，我们将军府总算要有出头之日了。老爷，我们举办个茶宴，请朝中官员的家眷来聚一聚，提前拉好关系，等他俩回来得了实职，在官场就一帆风顺了。这个，老爷，你这是？夫人，咱们府中可没有再多的银两啊。那就借，等他俩回来，用陛下的赏赐还债，还不绰绰有余。也对，行，我就豁下这张老脸，再去借一点。哎，来了！哎，两位，两位，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怎么知道啊？嘿，这将军府老夫人的茶会，2位兵部尚书的夫人都没有出席。莫说是侍郎夫人，就是兵部侍郎，哪怕任何一个兵部官员的家眷都没有出席。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那位女将只怕不是一坊将军啦。公布立功名单啦，大家快来看看呀！快！我就不信这宋茜茜能去战场立功，她要真有这个本事，早就去战场了，还用得着嫁到我们将军府伺候我这个老太婆吗？可那名单上根本就没有一坊的名字，就连北望的名字都排到了最后啊！你说什么？哎，夫人，这一坊简直岂有此理！传朕旨意，派出一坊军籍，让他不得入朝为官。老奴这就让尚书房拟旨。只是不能明着处理一坊，愧对宋将军一家呀！皇帝，为了弥补宋茜茜，朕决定让她入宫当妃子。什么？你这么激动做什么？皇兄，她那样的女子，岂是后宫能困得住的？皇兄若是担忧她一个女子拥兵自重，可以替她赐婚呐。嫁给谁？皇兄明知我心悦西西，却明知故问，难道只为了让我在兵符和西西之间做个选择？朕若不逼你一把，恐怕你又得躲个10年，也不知跟西西表明心意。3年之内，若无人娶宋茜茜，朕便纳她为妃。臣弟先行告退。哼，这是坐不住了呀。经此一战，北冥王和姑娘再度重逢，说不定也是夫人在天之灵的指引。元帅，坐。想
不到元帅打扮一下，竟然还是个美男子。这里不是战场，不必叫元帅。王爷，皇上说想要纳你入宫为妃，你可愿意？什么？我一直拿皇上当兄长一般对待，他怎可能纳我为妃？若是不想抗旨，答应与我成亲可好？啊？王爷，皇上无非是怕我一个女子拥兵自重，王爷若是娶了我，恐怕也要被皇上忌惮。王爷这般聪明的人，怎么会想娶我？若此时告诉他，我倾慕他许久，怕是会吓着他。还是培养些感情再说吧。皇上也要给本王赐婚，奈何本王也不喜跟陌生人相处一生。恰好宋将军也被迫入宫，不如你我二人联手，方可解燃眉之急。可王爷不是有意中人吗？直接求请皇上，让你和你的意中人成婚，岂不更好？本王的意中人已经嫁人了。不知是哪位女子，竟得王爷如此厚爱。她并不知本王心意，也只是本王一厢情愿。在上南疆战场之前，本王曾向她母亲求娶她，可是她母亲并没有看上本王。现如今她已经嫁人，至于她是谁，并不好再说。王爷所言甚是，女子的名节最为重要。若是她已嫁人，确实不适合再被王爷挂在口中。是啊。宋茜茜，给个答复，有什么问题，本王一力承担。可我已经合离一次，若是再被休，或第二次合离，本王不会休妻，也绝不会合离，除非丧偶。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茜茜，本王终于娶到你了，这一次，本王再也不会放开你的手。为了娶宋茜茜，你竟甘愿放弃兵符？皇兄，臣弟心仪她已久，您不是不知道。那需要为你们赐婚吗？多谢皇兄。赐婚，茜茜已嫁过一次，不希望她成为风口浪尖。你母妃素来爱面子，恐怕不会接受茜茜二嫁妇的身份。加上长公主素来喜欢欺压拿捏你母亲，既然茜茜要嫁给你，必然也要融入这其中复杂的关系。这日后怕也会出现在风口浪尖，受尽欺负。皇兄大可放心，臣弟的心腹没人敢欺负。臣弟告退。陛下，北冥王既已交出兵符，您还有何忧愁的？能用武将除了战北望，再无他人人选。如今王家也是武将之家，但家中无儿郎，朕得扶持战北望。你去将军府传旨，另加一道圣旨，将王家二女赐婚于战北望。遵旨。臣谢过皇上。战将军、义将军，接旨吧。一方，你连个将军也不是了，士兵也不是了，那我们将军府依仗你什么？我们花了这么多银子娶你，竟一无是处，你竟然是个烂妇、泼妇！你要是再敢胡言乱语，休怪我撕了你的嘴！岂有此理！你竟然目无尊长，还敢殴打婆母，你这是不孝！不孝之女！我们将军府到底是造的什么孽呀？
竟然娶你这个祸害精，连累北望没了战功，还得娶王家那个弃了的二家妇。要是西西在，我将军府怎么会成这样啊？好了，现在一个个都后悔了，一口一个宋茜茜。别忘了，当初是你们战家八抬大轿娶我过门的，也是你们费尽心机想休了宋茜茜的。你，夫人，夫人，快，夫人进屋。你当真要娶王家那个二嫁夫？够了，这是陛下的旨意，我不能违抗。什么陛下的旨意？什么陛下的旨意？狗屁的旨意！当初你我一同对付宋茜茜的时候，你就是这么说的。现在我遭了报应，我被开除了军籍，被不能再入朝为官，但你呢？为什么你没有遭到报应？为什么你还能入朝为官，还能再娶新妇？够了！可是娶了你，就是我的报应啊！宋茜茜，都是因为你，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宋茜茜，你给我出来！我今天就是来找你问罪，你给我出来啊！这一访怎么还有脸来宋将军府啊？不服从军令，败给了宋茜茜，就被当成俘虏被侮辱。我要是他呀，都不好意思出门。大家说是不是啊？就是。你们胡说！你们胡说！不许再说了！不许再说！不许再说！你们不许再说了！是宋茜茜，是他宋茜茜，恨我抢走了战北望，所以故意勾结新晋主帅苏岚，竟让他折辱我，是他，都怪他。是你害得我们夫妻反目，让我毁容，也是你害得我被开除军籍，让战家人嫌弃我。陈北望他现在宁愿娶一个二嫁妇，也不愿意碰我。一坊，你至今都觉得自己没错吗？我何错之有啊！宋茜茜，他们都说你是功臣，可你见死不救，你不配为将。你就任由苏岚弃把我俘虏，任由他们折辱我是吧？宋家满门忠烈，我呸！来人，将这干什么？你别过来！放开我！放开我！他叫宋天，是我大哥的亲儿子，11岁，文武全才。这是我祖母，我母亲，我大嫂，我二嫂。这是我的侄子，他叫瑞儿，也是我宋茜茜最小的侄子。他才5岁，就识字懂兵法。你疯了！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呀？我和他们又无冤无仇的。你在成灵关所做的一切，
西京探子全部报复在我家人的身上。他们为什么会死？是因为你。因为你贪功，你残忍，你违背了我国与西晋之间不杀平民百姓的约定。不是。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吗？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吗？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被砍了108刀。为什么是108刀？是你，是你在西京太子身上划了108刀。不是，你在成陵关做的恶行，害得我镇北侯府鸡犬不留，连我那侄儿也没放过。不是，是西晋人，这些恶都是西晋人做的。你们家人都是西晋人杀的，跟我没有半点关系，跟我没有半点关系。小小的身子，从娘胎出来就熟，也是嗑药养着，108刀，身体都砍烂了，流了一地的血，整个镇北侯府无一处不是血腥，这一切都是你造的孽。一方，你说我恨不恨你？那些人根本就不是平民，他们窝藏士兵，我没有错。你的家人是西晋太子杀的，跟我也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五嫂就是像你这样怕的，她想保着点孩子，她想护着他，可她身中了数刀，实在不愿咽气，就这样在地上爬着，爬向她的孩子，血流了一地，最后她倒在她孩子身边。你说我恨你，是因为你夺走了战北王，和我的家人相比，但战北王算什么东西？幼稚至极，是灭门之仇。因为你做的事情，事关商国的耻辱，我侯府灭门无法昭告于天下。我的父兄牺牲在南疆战场，为的就是护着这个商国，所以我忍。可如今，你竟然不知悔改，非得找上门寻死。如今，那我就让你挫骨扬灰。你要是再招惹宋茜茜，我定要了你的命！滚！茜茜，王爷，我真的想杀了他。与其杀了他，不如让他生不如死，岂不是更好？爹，娘，女儿不孝，女儿不孝。谢谢你。起来吧，茜茜。茜茜，好在。说他娶的是意中人，想必会对他更好吧？为何想到此
竟有些心痛。即便与战北望和离，我都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太后已经说了，说找你家太祖提亲。8月25是黄道吉日，我们的婚事定8月25，可好？王爷做主便是。我打算明天去眉山，跟你师父提亲。第一次大婚，师父欺我阿母，将我嫁给战北王，不曾来见我。想不到王爷竟会考虑至此。姑娘，王爷，何事？公主府送来了砚帖。长公主特邀您去她的寿辰，莫不是要为难姑娘？夫人生前处处被长公主针对，如今特邀您，肯定不安好心。明日你与我一同去眉山即可。王爷，你去眉山，我去敷衍。你可知，长公主是全商国最难对付的人，就连我那嚣张跋扈的母妃，都要忌惮她几分。你一人前去，指不定她要如何待你。我必须要去敷衍，毕竟我还有账要与长公主算。好，你若是要去，本王陪你。王爷，我与师父的嫌隙还需要你去眉山化解，婚期在即，拖延不得。王爷只需信我。好吧，此次敷衍，若我母妃针对你，你也不必客气。你我婚事，她做不了主。若长公主当众为难她，就有劳西西照拂一二了。西西定当不负所托。好久不见，是啊，今天真是大喜的日子。是，郡主，母亲，这宋茜茜太不像话了，现在都不来，我看她就是不给母亲面子。姑娘，我们为何不直接进去？自然是要看看这个长公主要演什么戏。见过长公主。戏要开场了。放肆！你是何等贱民，也配与我同坐？佳怡，怎么对战老夫人如此无礼？战老夫人，听闻你的身体不太好，如今可好些了？谢谢公主关心，臣妇好多了。谢谢长公主。你年纪与本宫相仿，怎的身子会如此差？听闻你以前的儿媳妇日夜照顾你，如此说来，也是个孝顺之人。长公主这时提起宋茜茜，莫不是要替她出头？母亲，这孝顺是做给别人看的。这宋茜茜与战将军和离后，竟连前婆母的死活都置之不顾，何来的孝顺？姑娘，长公主是要带头编排坏你名声呢。沉住气，我这未来婆母还没入场，这好戏还在后面呢。是，可不就是仗着自己的军功，便没把人放眼里了吗？这般忘恩负义的人，自是人人唾弃。战老夫人，我听闻她之前娘家惨遭灭绝时，是您在无微不至的照顾她，您倒是心疼您儿媳妇儿，可惜啊，人家压根儿就不领你的情分。看来长公主不是给宋茜茜出头，而是与宋茜茜有私怨。哎呀，长公主见笑了，有时候真心未必换得了真心，我待她一场无愧于心，便是足矣。
惠太妃驾到！惠太妃，哟，惠太妃也来了，带来了什么厚礼给我母亲啊？听闻长公主信佛，哀家准备了一尊金佛，还望长公主笑纳。虽然这样的金佛，本宫已经有10几尊，但惠太妃一番好意，本宫便收下吧。长公主这是不分场合的要给哀家脸色看呢。如今木儿收复南疆，也是不世之功。这陛下又赏赐了诸多良田商铺，可木儿如今也未谈及婚嫁，哀家这里倒有一个人选。要是木儿与他成婚，那定是一段佳话。就不劳长公主费心了，这木儿啊，打小就是有主意的。至于这良田嘛，哀家也能帮他管管。这全京城，谁不知你惠太妃只知吃喝玩乐、穿金戴银、恃宠而骄？此事交于你，怕是有所不妥。本宫好歹也是木儿的姑姑，这北冥王妃一直空缺，理应帮木儿长长眼，总不能让像宋茜茜那样的人钻了空子。是啊，惠太妃，你可得看清楚些，千万不可找宋茜茜那样的儿媳，还善妒又不孝，所以呀，被我们休出了将军府。你放肆！战老夫人，慎言，慎言。宋茜茜也来了，可千万不能让人知道她即将嫁给木儿，否则今日哀家什么面子都会丢尽了。看来我这婆母是真瞧不上我。今日是我母亲寿辰，你穿成这样素的，可见并无心给我母亲祝寿。我打扮如何不要紧，今日毕竟是长公主的寿宴，若是我等皆像您这般艳俗，岂不是浪费了郡主一番彩衣娱亲的孝心？你敢说本公主穿的艳俗？彩衣娱亲嘛，艳俗些不要紧。诸位夫人说是不是呀？这宋茜茜竟当着长公主的面打嘉怡郡主的脸，可真是不知死活。方才我们正说战老夫人被你气出一身病，还不让丹神医给她治病，你虽立下军功，却也抹不杀你这黑心肠，怪不得沦为将军府弃妇。嘉怡怎能无礼？怎能哪壶不开提哪壶？茜茜，她是被本宫宠坏了，你可别跟她一般见识。长公主放心，我自然不会跟无知的人一般见识。要是我顺了长公主的意，说不定我们将军府能靠着长公主飞黄腾达。茜茜，你已被休出了将军府，竟还敢如此没有规矩，敢对嘉怡郡主无礼！你不说话，我倒是把你给忘了。你说我是被你将军府休的，可是在质疑陛下，你休得无礼！此事关圣上何事？是陛下下旨，我才与战北望和离。即是和离，便是我先不要的战北望，并非大家口中的将军府弃妇。倘若再有人一口一个弃妇叫我，我便只好禀告陛下了。还有，大家一直都说是我不让丹神医给战老夫人治病，正好现在丹神医正在外面候着，长公主宣进来，一听便知。这可怎么办？丹神医一来，我不就露馅了？长公主，今日是您寿辰，我们将军府的家事就不劳您费心了。战老夫人此言差矣，我与将军府再无瓜葛，何来将军府家事？倒是战老夫人在外面
给我散播谣言，泼我脏水，我倒是可以不与战老夫人计较。可今日偏偏是长公主的寿辰，就算是我不计较，心怀慈悲的长公主也定会为我做主。好一个巧言令色的贱人，三言两语就扭转了局面，逼哀家不得不为他做主。虽然讨厌宋茜茜，但她竟然敢跟长公主和佳怡对着干，这一点是让哀家舒服了不少。此事，听闻长公主是活菩萨，还请长公主替我们家姑娘做主啊！宋茜茜，你简直和你那贱母一样，生来就是给哀家添堵的。长公主，你曾经辱我阿母，今日我定将一并奉还。既然你要泼我脏水，我就用你的手为自己洗干净。拜见长公主。丹十一，你如实说来，是不是他宋茜茜威逼利诱你，不允许给战老夫人治病？长公主此言差矣，战老夫人患有心疾与咳血之症，此病盘桓多年，一直无法根治。老夫是看在宋姑娘的面子上，这才答应她入府为战老夫人进行医治。那段时间，宋姑娘不分日夜睡在老夫人房间，贴身伺候。老夫人每月吃的丹血丸价值不菲，全是从宋姑娘的嫁妆里拿的。可谁曾想，战北望将军打了胜仗回来，竟然仗着赐婚圣旨，联合将军府要把宋姑娘休弃出门，贪图她的嫁妆。此等家风人品，老夫甚是瞧不起，所以老夫决定，断然不会再次登府给战老夫人进行医治。这将军府竟是如此门第，真是不知廉耻，竟然还有脸传遍京城，说自己是受害者，大胆！战老夫人，你竟敢散播谣言，你可知罪？长公主饶命啊！即便如此，她宋茜茜也是二嫁妇。世人皆知，婚礼当天，战北望将军出征，回来便休妻娶妾，所以时至今日，宋姑娘仍是清白之身，再嫁做人妇也未尝不可。这战北望竟然连宋茜茜一根手指头都没抱，恐怕这战老夫人要毁心肠子了吧？如今一坊和即将嫁入将军府那二嫁妇，哪里比得上宋茜茜呀？长公主殿下，此地乃女眷之处，老夫不便多有逗留，先行告退。不行，若不赶紧收场，这个贱人肯定要将祸水引到本宫身上。此事作罢，你起来吧。是，长公主。这怎么就此作罢了呢？将军府实在是欺人太甚。他日茜茜入了我北冥王府的门，哀家定会好好照顾她。哦，惠太妃不是不承认这桩婚事吗？怎么反倒自己当众公布了？他日茜茜入了我北冥王府的门，哀家定会好好照顾她。哦，这京城名媛众多，墨儿竟然看上了这和离府。哎呀，多嘴！他们的婚事我反对都来不及，怎么由得我来公开呀？看来是我这未来婆母口误了，果然如王爷所说那般不着调。从将军府赶走的弃妇，竟然可以嫁给收复南疆的亲王，成为有权有势的王妃。北冥王要迎娶宋茜茜，虽然她立过军功，到底是个二嫁呀，她怎么配？惠太妃，你素来要强，事事争个第一，总说墨儿如何出色，如今竟要娶个和离妇。我估摸着这个消息传出去不到半日，你就会沦为整个京城的笑话。
倒是嘉怡郡主竟然如此没有礼数，竟敢随意非议长辈。他这是在帮哀家出气呢。宋茜茜，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份，和离弃妇，凭什么嫁给我表弟？你识趣的，赶紧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别在这里丢人现眼。是啊，我一个和离妇，一能上战场杀敌，二能嫁入皇家为亲王妃，是多少人几辈子都修不来的福气。嘉怡郡主应该是很羡慕，很嫉妒我今日来是给长公主祝寿的。嘉怡郡主若是再阻挠，丢的可是你母亲长公主的名声。臣女给长公主献上寿礼，祝长公主寿比南山。这贱人，该不会还有什么后手要对付本宫？宋姑娘有心了，来人，收下寿礼。宋茜茜，你这该不是从大街上随便买来的一副吧？即便是大街上随意买来的一副，也是臣女的一番心意。正如我父兄牺牲的时候，长公主送给我母亲的一尊传承的贞节牌坊，不也是长公主的一番心意吗？啊，传承的贞节牌坊，这得是多恶毒的诅咒啊！这是要他们家女儿世代的守寡呀！惠太妃，事情不清楚，你在这胡说什么呢？你看见本宫赠送宋夫人传承的贞节牌坊了吗？这是有还是没有？宋茜茜，本宫与你宋家无冤无仇，你为何在诸位命妇面前诬陷本宫？那贞节牌坊你倒是拿出来呀！拿不出来就是诬陷攀咬本宫，本宫定要治你的罪。既然如此，这便是我送给长公主的第二份礼物。来人，呈上来。这个贱人不会真的带来了？宋茜茜，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拿这种阴质的东西来，是想要诅咒我母亲吗？我父兄继世，长公主将此物赠予我阿母，可是为了报复我阿父拒绝娶你，此生只娶了我阿母一人，长公主心里不平所送。放肆！你这话阴阳怪气的，是要逼着本宫承认吗？什么损阴质不损阴质？我看到是你们宋家损了阴质，所以才引致。引致什么？引致什么？我宋家损阴质什么？死在我宋家人刀下的不计其数，但那都是敌国士兵。长公主在京中过着太平日子，年年举行盛大的寿宴，这其中有我宋家人出的一份力。身为皇家公主，我念及牺牲将士的功劳，一口一句损阴质，这若是传了出去，还让商国士兵如何再敢上战场杀敌？你说什么胡话，扯什么国事战事？我看到是你，我是诚心过来给本宫贺寿的。长公主，臣女的确是诚心来给您贺寿的，只是这第二份礼物是物归原主。长公主若是不要，那便由臣女来做个了断。你到底要做什么？祝长公主岁岁平安。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来人，我打开这卷轴，我倒要看看是不是宋茜茜利用卷轴来诅咒本宫。这宋茜茜若真送来诅咒之物，长公主可能当场给她定罪啊！此女竟如此嚣张，要是入了北冥王府，还不得把哀家吃了？
打开！宋茜茜，如果你要是敢诅咒我母亲，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姑娘，真威风，总算给夫人出了一口恶气。接下来我就要靠师兄的话，让长公主这气无处可出。小女子曾见过先生画的腊梅图，画工同出一辙。这张，是沈清河先生的。沈清河先生的冷梅图，那可是千金难求啊！竟不是诅咒之物，是沈清河之作。他又是如何得到的？宋茜茜可真有钱呀！这画怕是起码1000两黄金才能买到吧？为了去一坊这么个货，我竟然把财神爷给赶出门了！哎，不对，这不是沈清河先生的画。竟拿赝品来祝寿，你真拿得出手啊？赝品！宋茜茜，你竟然敢拿赝品来给我母亲祝寿，你真是低劣！送不起就别送了。竟然是赝品！哎呦，那我舒坦些了。苏茜茜，在我母亲寿宴上送一副赝品，什么意思？唉，想不到这传闻中精通琴棋书画的嘉仪郡主也不过如此，倒是可惜了一幅好画。这不是赝品，这是真品啊！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严姑娘，这印章刻的字体都是错的，要不要我把沈先生的冷梅图送过来，让你鉴别鉴别？不用了，小女家中本就有2幅沈先生做的冷梅图，还是沈先生当场做的。这2幅图所盖的印章，一张盖的是小篆，另一幅盖的是大篆。而这幅图所盖的印章，便与小女家中的那幅一模一样。今日我家祖父也在场，就在外头。如果诸位不信的话，可请我祖父进来鉴别鉴别。沈先生卖的画全部都是小篆印章，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没错啊，所以小女的这2幅画，一幅是买的，另一幅是送的。而送的这一幅用的就是大篆印章。那不就对了，宋茜茜的画只能是买的，沈清河先生怎么会给他送画？既不是买的，也不是送的，那这小篆印章又是假的。我知晓我师兄所做的画难求，想着今日是长公主寿辰，便送上一幅。这幅画我师兄用了很大的心血，没想到就这样被撕毁了。师兄？沈清河先生是你的师兄？师兄？沈清河先生是你的师兄？原来沈清河竟然是宋茜茜的师兄。对啊，我师出万宗门，沈清河是我大师兄，诸位不知吗？那这幅画是真的，竟然被撕了，太可惜了。来人呐，请太傅。长公主，那小女便告退了。宋茜茜，你莫不是怕被鉴定是假画，传出去会贻笑大方，所以你要落荒而逃了吧？堂堂公主嫡出亲女，皇家教养长大，出口皆是恶语，连我师兄的话都不懂得分辨便撕掉，如此武断粗鲁，
传出去才贻笑大方。我宋家人磊落坦荡，倒是嘉仪郡主目无尊长，不把先帝嫔妃放在眼里，一口一句惠太妃，既不尊重人，也不遵孝义。不知你的父母是如何教养你的？宋茜茜，你是不把本宫放眼里是吗？也难怪，长公主能在我父兄为国捐躯的事后，给我阿母送上传承贞节牌坊。行如此恶意诅咒之人，也教不出什么好所。宝珠，我们走。母亲，你看他，他好像也没有传闻中那么惹人厌。苏西西，本宫定饶不了你！来人，把这老东西给我扔出去！你们让本宫沾染了他的病气！长公主，长公主，长公主！气死本宫了！气死本宫了！宋茜茜能把长公主气成这样，也算是本事，本宫也得见见她了。宋将军，宋将军请留步。宋将军，惠太妃请您到府上来叙。臣女宋茜茜参见太妃娘娘。赐座吧。谢太妃娘娘。敢问太妃，唤臣女来是何事？这宋茜茜的确像木儿说的那般粗暴，哀家不能硬来。今日在长公主府的寿宴上，哀家也了解到你过去的苦楚，不想你再跳入另一个火坑，被木儿给骗了。所以奉劝宋姑娘，你与木儿的婚事还是作罢为好。那恐怕臣女不能答应太妃娘娘。臣女已经答应王爷，人无信则不立。臣女不想做失信之人。是木儿骗你在先，你无需对他讲诚信。敢问太妃，王爷骗了我什么呢？其实木儿啊，早就有心上人了，还曾立誓非他不娶。他的心里已经容不出半分位置给你。嫁给一个不爱你的男人，你有什么幸福可言？何况你都已经嫁过一次了，何苦再被男人戏弄欺骗？太妃娘娘无需为臣女担心，王爷并未瞒我，臣女早已知晓。你都已经知道了，为何还要嫁？就为了王妃之位吗？你国公府的门楣已经很高了，实在是犯不着为了一个不爱你的男人，跟自己一辈子的幸福去耗着呀。太妃娘娘不妨想一想，王爷可以娶的人那么多，可为何偏偏要娶我？是啊，这为什么是你呢？两个原因。第一个，他的心上人就是我。这绝无可能！你才在京城待几天呢？才见过几次面呢？不可能是你。所以这第二个原因，就是王爷觉得我能做王妃，最合适，也最安全。怎么感觉被这丫头给绕进去了？可瞧着越发觉得与木儿是良配呀。哀家会派人去金京楼给你定制凤冠，你择日去试试吧。那臣女就谢过太妃娘娘。果然如王爷形容的那般，我这未来婆母一眼就能看穿她的心情，真是可爱的很。那臣女就先告退了。这丫头，阿父，阿父，阿母怎么样了？你阿母去参加长公主寿宴，回来后突发病疾，还一直念着
说宋茜茜要嫁给北冥王。什么？她要嫁给北冥王了？北王，错了，你一定是错了。错什么了？错在娶了我，弃了他宋茜茜。战北望，你前头娘子就要嫁人了，还是嫁给王府，你是不是后悔？你就不该娶我，我也不该嫁进来，受你一家子的怨恨。你阿父，这些银子给阿母请大夫。不许！战北望，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我跟你拼了！别打了！哎呀，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啊！老夫人，老夫人！来，太叔公，见过太叔公。茜茜啊，太叔公老了，这宋家的族谱就交给你了。茜茜啊，你与北冥王成婚是不能成绝的，可国公府的位置不能没有。你可以在这里挑几个小孩寄养，通过品德和文采考试之后，递交给朝廷世子之辈。你阿兄们本来都有子女，个个都十分出色，可他们跟他比，如何都比不上。这些杀手要是能对孩儿们手下留情，给国公府留下一点血脉。太叔公，别多想，伤身体。这事儿也不能急，再物色物色。宋氏家族若没有出色的孩儿，就不能成绝，就对不起你阿父的威名啊！太叔父，先进屋歇歇吧。不用了。那我送你。姑娘，姑娘，何事如此慌张？北冥王回来了，他还带回了谁？琪琪，你确定那是我二哥的孩子瑞儿吗？之前见过瑞儿，瑞儿幼时颇为懂事，果然印象深刻。瑞儿现在在何处？就在院外面，只是……宝珠，你去水兰阁取一件瑞儿最喜欢的玩具，我给她做的那个弹弓，弹弓上还刻着她的名字，木叉子上还涂了颜料。知道，欧米马上去拿。琪琪，琪琪，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瑞儿她之前一直被丐帮控制着刑期，为了博取同情，她现在的模样已经大不比从前。你们害怕？还有一件事，她被毒哑了，如今她没办法说话了。如果你想等等，本王带她回北冥王府收拾一番后，就现在。让二小公子进来。姑娘，拿来了。瑞儿，瑞儿，小姑
姑，你看，这是我今天写的字，阿父夸我写得好。我们帅真棒！是二小公子，没事，是二小公子，二小公子回来了。瑞儿，你是不是有话对小姑姑说？我瑞儿，你要答应小姑，你是一个坚强的孩子，小姑才能告诉你实情。你祖母、母亲，还有其他人，都像你阿父一样没了。水儿乖，小姑姑知道你会写字，告诉小姑姑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好不好？买冰糖葫芦。小姑姑，你怎么哭了？是哪里疼吗？小姑姑不疼，小姑姑只是想阿父了。瑞儿，小姑姑以后不在，你可要好好听阿母和祖母的话，好不好？小姑姑，我每次想阿父的时候，阿母都会给我买冰糖葫芦，吃完就没那么难受了。我这就去给小姑姑买冰糖葫芦。瑞儿，你是溜出去给小姑姑买冰糖葫芦，才逃过一劫的。瑞儿，小姑姑以后一定保护好你。瑞儿是男子汉，会保护小姑姑。瑞儿乖，有本王在，没人敢欺负你们。王爷是小姑姑心爱之人，日后瑞儿要叫他姑父，好不好？本王知道你是骗瑞儿，但本王依旧开心。本王也只喜欢你小姑姑一人。明明知道是骗瑞儿，但我却依旧开心。这腿上与身上的毒最难处理，这服用哑药至今也快1年有余了。如此看来，这毒还得慢慢来解才行啊。能解吗？能解，只不过这解毒的过程却非常的辛苦啊。但伯父，依你之见，现在该如何是好？先治腿，治腿需断骨重接。不过这断骨之痛，就算是一个成年人也难以承受得住。不知这二小公子能否扛得过去啊？瑞儿，小姑姑，我能扛住。日后我要是长家，
国公府的掌门人不能是个瘸子。一会儿再疼我也不能表现出来，不然会让小姑姑他们担心的。好了，本王留在这里陪着瑞儿，你们几个先出去吧。男子汉之间的事情没你们什么事儿，对不对？既然王爷在此，那这断骨之事就交与王爷处理，如何？瑞儿别怕，本王有个秘密要告诉你，是关于你小姑姑的，但是你不能告诉别人哦。把手给我。在以前呢，你小姑姑刚练轻功，那个时候眉山上有一棵很高很高的梧桐树，你小姑姑上去，但是呢却惊动了鸟雀，一个不小心就摔断了腿。姑娘，二小公子会说话了。丹伯父，刚刚瑞儿可是会说话了？是疼痛的叫声，这是好事啊。那小公子的腿，接骨一切顺利，这也多亏王爷了。王爷，您手上的伤是不是需要先包扎一下？是瑞儿。放心吧，瑞儿很厉害，她都扛下来了，没用针风穴止痛，所以对腿部血流不会有影响，治好了就真的治好了。宝珠、宋嬷嬷，你们去准备一下。好。你跟我过来。没事，只是一点皮外伤。怎么没事？这要是处理不好，是要发脓的。你放心吧，瑞儿意志力惊人，日后一定会康复痊愈。王爷，我代表宋家感谢你。若是没有你，瑞儿可能现在还被他们控制着四处行乞。像他这样的残疾小乞丐，多半也活不过10岁。如果瑞儿没有遇到你，他可能现在已经被冻死，或者饿死，或者……你与我说这些做什么？必定是你家人在天之灵保佑了他，才让我在那么多小乞丐中认出他。总之，这份恩情我铭记于心。日后你需要我做什么，我一定会为你去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不违背良心。好，本王让你在这刺绣上绣一个字。绣什么字啊？墨。这样，这条手帕便是你我真正的定情信物了。说告诉王爷，我必须带着瑞儿一起生活，不知会不会让王爷为难。该如何开口？瑞儿是宋家唯一承爵，你我成婚后就将她养在身边，我们好好教养她，日后瑞儿必成大器。王爷，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待你好，难道不是应该的吗？你是本王的妻子，咱俩是要过一辈子的。这些话我听过一次，但下场大家也都知道了。琪琪，你需要拿我和他比？在我这里，只有丧偶，没有合理，更不可能有休妻。若是你不信，我用一辈子来证明。丧偶？或者，我以后走在你前头，怎样？那要不我们一起走？成。你今日说的这些话，
我都记在心里了。若是他日你违背今日之言，那你师父必定饶不了我。对了，王爷此去眉山，师父他怎么说？他说要昭告整个江湖，要加爱徒。姑娘，听说皇上要亲自给您和王爷贺喜，来参加您和王爷婚宴的人实在是太多了。王爷把府外的大街都搭上了喜棚，布置上了婚桌，这王爷的面子啊，就是大。王爷本想低调些，但架不住贺喜的人太多，他也是怕考虑不周，所以才只好如此。姑娘，平安侯府老夫人求见，说是有重要物件要交还给姑娘。重要物件？听闻宋姑娘即将与北冥王成婚，老身前来送份贺礼。不可，这太贵重了，万万不可。请姑娘务必收下。这手镯原本也不该属于我，而是属于你们宋家的。属于我们宋家的？老夫人何出此言？说起来也是3年前的事了，那是我与你母亲唯一的一次私下交集。那日我在金晶楼订了这只手镯。掌柜的，我来取我们老夫人订的连珠纹金手镯。掌柜的，这不是老身预定的手镯吗？你怎敢拿给他人？平阳侯夫人，这手镯呀，宋夫人已经付完全部银子了。是老身预定在先，也是按约定日期来取。你们金晶楼是觉得我平阳侯府好欺负吗？不是，这既然是侯夫人的镯子，那便还给侯夫人吧。哼，那这镯子确实是老夫人您的呀。这金晶楼的确不该把您定做的手镯卖给我阿母。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也没错。那日你母亲虽摸着镯子很是不舍，但在我据理力争下，她也把镯子还给我了。只是我们回去后，这不对呀。有何不对呀？老身定做的手镯是5颗宝石，这可是6颗。走，回金晶楼。这一问才得知，老身定制的那个手镯出了岔子。至于这一只，确实是你母亲定做的，说是给你当嫁妆的。我阿母打算给我做嫁妆？老身当即便让金晶楼的掌柜给你母亲送回去，可掌柜说你母亲已经买了别的。当时你的母亲明知这只手镯不是老身的，她却割爱给了我。这件事虽说不是什么大事，但这些年老身心里总觉不安。后来你宋家，总之希望姑娘不要嫌弃老身待过，收下这镯子吧。毕竟这是你母亲为你定做的嫁妆，知道前因后果之后，这镯子老身就再也没戴过，一直放在老身的私库里。姑娘若是不信，可以问问老身身边的人。姑娘，老夫人说的是真的，这镯子没有戴过，还是崭新的。西西，母亲给你订了一只很特别的镯子做陪嫁。阿母，有多特别啊？意义很特别啊！你6个哥哥
会陪着我们西西一起出嫁，他们一定能护佑你平顺一生，多子多福多寿。阿母，出嫁那时，我本想问阿母，怎么不见那只特别的手镯，但怕阿母想起阿兄伤心，便再没问过。想不到这手镯是你母亲给你定做的，虽然迟了，或许不迟，或许刚刚好。这本是夫人给姑娘的嫁妆，却在姑娘要嫁给北冥王之前，这镯子回到了姑娘的手中。或许不是巧合，是夫人冥冥之中对这镯子有执念。老夫人，哎呀，多谢老夫人割爱。这镯子，不管老夫人戴没戴过，对小女来说都意义非凡。小女感激不尽。这镯子是多少银子？我现在便给你。姑娘，就给1两银子，把这镯子收回去吧。这不行的，这镯子该是多少银子就是多少银子。老身就收回1两银子，其他的你母亲已经用她的度量和胸襟给过了。告辞。一书书到头，富贵不需要愁。二书书到头，无病又无忧。三书书到头，多福又多寿。我第一次出嫁的时候，还是阿母给我梳的头。这镯子物归原主，也了却了夫人生前的心愿。苏嬷嬷，我想我阿母了。明天就是姑娘大喜的日子了，这眼睛哭肿了，可就不好看了。苏嬷嬷最会夸人。阿母，即便你不在了，也在担忧女儿是不是？你是想告诉女儿，北冥王才是良婿吗？阿母。瞧瞧你现在的样子，该不会心里还有宋茜茜吧？你在胡说些什么？可惜呀，郎有情，妾无意。他曾经跟我说，你占北望算个什么东西？原来你在他心里呀，你连个东西都不算。出去。占北望，若是你没有用战功求取我，那你和宋茜茜会不会也像他与北冥王那样如胶似漆？
什么王姑娘，什么京城贵女，哪个比得上她宋茜茜？我虽恨极了她，却也不得不承认，天下男子若见过她战场英姿的，无不会娶她为妻。而她是你曾经的夫人，现在却要嫁给北冥王了。你是可笑不可笑？真是太可笑了！信不信本王现在就杀了你？将军，王家那边派人来对嫁妆单子了。夫人生病了，老爷让你去。战北望，与其说你的报应就是娶了我，那我们从今往后便相互折磨，至死方休。义父，你疯了！战北望，我祝你在大婚之日爱而不得，伤心至死。姑娘，怎么了？是师傅他们来了吗？师傅说他们传信会给姑娘备齐嫁妆，但是万座门有事，就不便来了。师傅，他是怪我没去万座门看他吗？怎么让师兄师姐他们都不来？不要怕，瑞儿是娘家人，小姑姑出嫁是有娘家人的。小姑姑当然是有娘家的了。小姑姑今日高兴得很。瑞儿喜欢王爷吗？小姑姑喜欢王爷，王爷喜欢小姑姑，我喜欢王爷。青玉帮给国公府宋将军添妆，玄铁剑2把，长枪1柄，金玉刀1把，金银首饰1箱。怎么回事？杏花派给国公府宋茜茜添妆，白玉送子观音1座，檀木屏风2扇，蜀锦10匹。青玉帮，这不是万座门旗下的青玉帮和镜花派吗？难道是姑娘的师傅们都来了？老朱、宋嬷嬷，快，你们快去看看，是不是师傅他们来了？好，姑娘，要不你先带着，我和宝珠去看看。五岳派给国公府宋茜茜添妆，武林中一流高手侍卫1名，桃花酒18坛，绸缎10匹。看来是小姑姑师傅他们特意给小姑姑准备的惊喜，才故意提前说不来了。是啊，师傅还是这么坏。赤岩门给国公府宋茜茜添妆，东珠1壶，鹅田玉摆件3件，古琴1架，古琴谱10首，红宝石18颗，蓝宝石18颗，织锦被褥10床。我是帝女将军，我是帝女将军啊！我输了，
说成了我最讨厌的样子。姑娘，好多人，你的师父、师叔、师兄、师姐都来了，外面好多人。是啊，他们都是来为你撑腰的。万宗门门主下女儿送上嫁妆108台，京中店铺时间眉山下庄子2个，黄金万两压箱底。恭喜王爷娶了我将军府不要的弃妇。多亏了你双眼尽瞎，才让本王取得心头之爱。王爷，坐府。今日大喜，不见血迹。将军，走否？你傻呀，还不快走！多吃点，多吃点。晚上。宝珠，多吃点。你饿不饿？姑娘天是饿了吧？要不去弄点吃的。面条来了。宝珠哎，你先去吃啊，我陪着姑娘。好，姑娘先垫垫，回头啊，等王爷招待了宾客，然后你再同王爷一同食。王爷今晚一直喝酒没吃菜呢，就没人帮他分担一些，让他先吃点东西。哎呦，这敬酒的可都是您的师父、师兄和所有眉山帮派，他不敢不喝呀。师父明明答应我，不会欺负他的。哟，姑娘，这是心疼上姑爷啦。毕竟是以后要一起生活一辈子的伴儿了，总归是要关照一下的。姑娘，今日老奴有一件事要跟姑娘说。其实王爷爱慕姑娘许久，曾经向夫人求过亲。什么？此番去战场，本王一定会亲自手刃杀害镇北侯和公子们的敌军首领，以此为聘，以匕首为信物，求娶西西。北冥王为何要娶西西？是他将本王从死人堆里救了回来。自那时起，本王就决定非他不娶，还望镇北侯夫人成全。王爷不必多礼，只是西西上南疆战场一事，还请王爷代我保密。我不希望他功高盖主，只希望他能觅得良婿，安稳一生。可王爷，您是亲王，西西性子莽撞，实在配不上王爷。姑娘，您千万不要乱想啊！夫人其实很喜欢王爷的，当初将您许配给战北望的时候，跟老奴说了一宿的话。求亲的人那么多，他最满意的就是王爷。可惜他已到南疆战场去了，那地方可是九死一生啊！吃吧，夫人在天之灵，看到你今日嫁给了王爷，他也会很高兴的，我向您保证。今日这凤冠可真重，重得我脖子都疼了，疼得我想哭。傻孩子，先吃面，然后卸了凤冠，更衣沐浴。今晚呀，外面这热闹得很，不到子时，怕是王爷也不会回梅花院。对了，那日他送的匕首呢？母亲没给他回送信物吗？匕首啊，放在侯爷的兵器库里，奴婢收拾好，已带过来了。
明日取给你看。夫人自然是回了信物的，送了一方手帕，说是您亲自绣的。手帕？之前可曾做过女工？你是说，这个配色难看，还把牡丹花绣成四不像的方帕，是我绣的？西西，姑娘，王爷的喝多了，王爷。是被师傅师兄他们灌了酒，张副将说他不敢不喝，灌了不少呢，还和其他帮派一起灌他，喝的是桃花酒。师傅竟然还让他们灌酒，这不是欺负人吗？门派来了这么多人，一人一杯，都够他喝吐血的。我来吧，你们两个就先下去休息吧，今天也累了，这里就由我来照顾他。嬷嬷，合卺酒还没喝呢，这都没吃东西就把人灌醉，也不知道心疼王爷。那我去拿醒酒汤。西西，你的脸怎么这么粗糙？怎么还有褶皱？哎呀，奴婢自然粗糙，满脸褶子。奴婢这都多大年纪了？啊！夫人，醒酒汤。醉成这样，都把苏嬷嬷认成我。这些同心结多半都是我做的。你做的？西西，好看吗？你还会做这种细活？其实不会，但学便会了。为什么会学？没有为什么，就是想亲手做。你我的婚事，我想多参与一点。西西，其实有件事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你刚喝完醒酒汤，要不我们坐下慢慢说。好，来。有面。哎，这是我吃过的。你吃过的，所以才香呢。谢如墨，我们还没饮合卺酒呢。娘子，喝完这杯合卺酒，你我白头偕老。山间草木花并蒂，休待何欢结连理。别致却窗前月，几经赋三句，无才与君同享期。有件事情我还没有告诉你，还是我来问吧。你去南疆战场之前，是否去找过我母亲，求娶我？你知道了。宋嬷嬷方才与我讲了，所以
你原先说的那个意中人，就是已经嫁了人的意中人，是我。那你为什么会喜欢我？谢谢。你还记得南疆战场上你救下的小兵吗？我是宋淮安之女宋茜茜，我来带你们回家。是你，那个小兵是你？是啊。原来我们这么早就认识了。这手吧，怎么？你别嫌丑。你可知这次救世？我知道，这方帕都是我修的，你喜欢的也一直都是我。谢谢，我喜欢的人是你，一直是你，一直都是你。谢容我，我也喜欢你。从今往后，不，一直以来，我心中也只有你。